结婚30多年了，虽然我没挣什么钱，但是帮你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，我也尽力了。你不该这么伤害我。你现在是老了，也干不动了，也挣不着钱了，才想着回家。我没看不起你，也没伤害你，以后我会多疼你一点的。要不是害怕2个孩子结婚的时候因为单亲家庭被歧视，我早就和你离了。我确实过去几十年对你太不好了，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，以后我会改的。有请这对夫妻，有请。陈先生55岁，来自黑龙江，自由职业；杨女士52岁，来自黑龙江，家庭主妇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今天您来干嘛？我来借助咱们平台说说我这7年的辛酸。一开始结婚的时候，虽然穷点儿，那是挺幸福的。后来有钱了，怎么样了？说吧。有钱了就飘了。一开始是出去吃饭喝酒，到晚上8、9点钟回家，我感觉是正常的，我挺支持他的。后期呢，就变到是半夜或者是3更半夜不回家。再后来呢，就可以说是成宿不回家。动过手吗？在这期间？也争执过，也动过手。吃饭喝酒，我认为啥呢？有些时候是跟朋友，有些时候是跟客户。朋友有时候叫去喝酒吧，我认为是很正常的。特别跟客户，你说客户来了，作为我来说，我应该尽量说能陪好客户，尽量陪好客户。他说夜不归宿呢，就是只是偶尔的情况下。客户来了，你说吃完饭，喝点酒，打会儿麻将，打会儿扑克，我认为都很正常的。他就是有些时候不理解，说你夜不归宿。实际有些事我也都跟他说过。他是给我解释说是陪客户，完后期我就给他打电话，就听到里头特别有女生的声音。那在饭店吃饭吧，饭店吃饭不光说有一桌都是男的，饭店吃饭那么多人，有男有女，那非常嘈杂。他听着有女人的声音就认为我跟女人在一起吃饭。实际我们这客户基本上都是男性比较多。就是您没跟女人吃过饭是吧？有跟女人吃过饭，也都是客户带的爱人来的，携着爱人来的。那您怎么不带着爱人去见客户啊？因为我比较大男子主义，我认为吧，你在家看好孩子，干好你的事儿就得了。他就真的就那么干干净净吗？按他的说法。所以说我听到那声音说他不承认，我就有点那个猜疑。女人心思小，我指定是猜疑。我问他，他不但不解释，就是以后就是给打电话就甚至急眼。后期他有一回就是喝酒喝醉了回家，可能这是微信没有清理掉，我就发现里头有女士聊天记录。那个聊天记录总共就2条，是添加附近人添加的。添加以后他发了条这个信息，我就礼貌的回了一句，我拿的也没当回事儿。结果回家我也没事，本身拿的就不太在意这个问题。不是没什么事儿，您他就特别忙着在意见客户，什么时候又添加了附近的人呢？那是在工厂闲的没啥事儿嘛。对方说了一句什么，他回了一句什么，您还记得吗？他喊人家什么亲爱的有宝贝儿，他认为是没事儿，我认为这个事情特别严重。他不是，他头一条信息是这么来的：亲爱的宝贝儿在吗？我说亲爱的我在，就这么2句，剩下啥没有。他就认为那这个信息再往后什么内容都没有，这里边就是事儿了。我认为是咋的？要是说平常关系，始终他这个始终在他心里边就是个刺，他认为没有意义，好吧？这件事儿咱们就当您那个解释的版本是对的，闲聊呗，是这意思吧？就闲聊，这事儿过。我就从那以后我就是不信任他，他就有时候说是真的，我认为也是撒谎。我就怀疑他外边有人。他可以说是，长达3年不回家，就外面有人了。没有，我就说是有人，我认为就是有人。您见到过那个人吗？没有。那3年不回家，您不找他吗？找，指定是找，电话也打。他住哪儿了呢？他跟我解释说是住老人家了。我老婆婆有病，他搁那伺候。结果现在老人跟我说，他伺候我，他来了我还得伺候他呢。那您那3年到底去哪儿了呢？刚开始吧，是我母亲眼睛做手术。白内障做手术。哎呀，这个手术我们都知道嘛，你顶多赔3个月到了头了嘛。回家以后吧，就不用再说了嘛。后期就上外地去打工去了，就没在家。那你打工为什么跟爱人说？打工钱呢？3年没给我1分钱。因为吧，到后期吧，我做工厂的时候，到后期吧就赔了部分钱，赔了部分钱呢，我这工厂也经营不下去了，就没招了，我就出去打工，想努力把赔了部分钱想赚回来，就这么回事。
我去的地方，实际他都知道，他没有他不知道的，啊，是吗？他就说上外地打工，他跟我说了，确实是说了我就说3年，你最起码的你挣多少钱不交给我，最起码的生活费你得管我吧。我都已经跟他说过 N 多遍了，啊、我这做工厂的时候赔了一部分钱，这部分钱必须得给人补上，我还不能用他去补，只能说我自己扛起来。他给我的解释就是说还账，一要钱就说还账，对我就是3年没给您1分钱是吧？对。说是在外面打工，对，是吗？对。那您为什么怀疑他是在外面有事儿了呢？有时候跟我解释说是打工，有时候说在他妈妈家住，结果呢，我到老人那和他说的都不一样。所以我就怀疑他外边是不是有人。您能确定他外面有人吗？咱不用怀疑这个。那没有，我只是怀疑。那当时你们怎么处理的这件事情呢？我们俩就一直冷战，一直到现在。一直在争吵，别见面，见面就吵。我们后期就是闹到可以说是上法庭离婚的地步。您起诉他了？没到起诉的那个和解，俺俩去的，签了一回字，那这不有那个1个月是3个月冷静期吗？完了后期他回家他就说的那个，没有的事儿我可以改。我就是寻思啥，孩子大了，不能说让单亲的孩子被人歧视，我就是忍了，我就说。不去就不去，我就看你表现吧。实际吧，他所怀疑这件事儿吧，根本就没有影的事儿。但是吧，他这个疑心特别的不重。我在家的时候，我也跟他聊过这些问题，始终在跟他聊，但是他始终都不信。我曾经跟他说过，我说我这几年当中在外地，我这打工，我就那么容易吗？我也不容易，舍家撇业的在外边。本身吧，这个身体还这么单薄，在外边出这么大力，挣点钱，我也是为了这个家庭，不为了这个家庭。你口口声声为了这个，不为了这个家，我能说舍家撇业的把家。行，我问吧，您努力的给家里挣钱了是吧？对。钱呢？我刚才我说了，我曾经做工厂的时候，最后期的时候。您做工厂的时候那些钱呢？这不做工厂前一部分的积累是盖厂房了，啊。后一部分呢，就是做的不太好，就赔了一部分。所以您富贵的时候，夫人也没跟着享到福嘛。我也没说让他遭过罪呀，我也没说让他去工作。那我很好奇啊，资料上也说您没有工作嘛，家庭主妇嘛，您靠什么生活？他也不给钱，娘家吗？娘家帮我。娘家经济条件好。对。娘家是帮你还是帮你们家？帮我们家。这个我们怎么理解？孩子假如说上学没有钱了。回家一说，完了我妈就给点，说的是孩子交学费呀，是啥的都可以，都拿来就帮助了，都这样。那也都是借的，虽然说是说借，但是我俩，但是那个钱我跟你说，我说必须得还的，我也没说什么钱，孩子上学这个学费除了孩子上学的学费，娘家还贴补过什么吗？像交取暖费啥的，全是娘家帮我。啊，就是。等于闺女嫁出去了，还是爹妈在养吗？对，这个说的对吗？这个有。娘家他有问娘家借过钱帮衬过吗？他一开始他去拿钱是借给他，后期就是他回去拿钱时候，我俩就是闹得这样似的，也不借给他了。也就是说，您还问岳父借过钱？借过钱。借过多少钱？盖厂房时候，我曾经一把就拿10万，借了10万，反正大约是20多万吧。还了吗？到现在没有，他就等着动迁还，他倒没说不还。您刚才不是说挣了钱盖厂房了吗？怎么这盖厂房的钱又是岳父的钱呢？因为我盖厂房，我那厂房总共投了100多万，我的钱不够。刚开始吧，我们这个行业形势还挺好，就寻把厂房扩大一些，自己的生产量不能大一些嘛，就这么想。说白了，不是还亏了岳父家的钱吗？是。做买卖跟娘家人拿钱，到现在不还这个钱，不还这个钱，对人闺女好点也行啊，看看怎么对待大姐的。现在是没钱没还吧？没有。好，您讲讲吧。我呢，前年出车祸了，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第一时间是给他打电话，那阵我俩就是已经不联系了，我也给打电话，我说我出车祸了，给我送医院去了，送医院去，当时我也是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他说的。虽然说是你出车祸了，你放心吧，我得管你。我当时挺感动，结果给我送医院去了，第2天就给孩子打电话。我姑娘在北京，给孩子调回去之后，就让孩子伺候我，他就没影了。
我卧床了整整是2个半月，下不了地。是孩子在那一把屎一把尿伺候我2个半月。他这个事儿吧，这里边吧是有原因的。他出车祸的时候吧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去给他送到医院。送到医院以后呢，我伺候了他2、3天，我就让孩子回来了。因为啥呢？我当时我们一个圈里边的干家具，我是个这个干家具，一个圈里边有个厂，他新建了个这个厂子。他雇我，就是在他没出这个车祸之前，他找到我，让我给他去负责这个厂子，那边还离不了我，那边我还脱不了身，所以说我就回到那边，帮他把这厂子捋顺。他呢，我就让姑娘回来伺候他了。我当时以为啥呢？他这个吧，就是单纯的一个骨折而已。当时，那姑娘伺候不也一样吗？我外边我在忙我的，是吧？这不两不耽误吗？当时我就这么想的。好。所以刚才大姐在说的时候说2年前出车祸，那个时候已经不联系了。对。为什么不联系？你们俩那个时候的婚姻状态是怎样的？那咱就是上法院去了，不是让冷静期吗？那段时间我们就不联系了，完了，后期我也是出车祸之后，第一时间就想到他，我说得让他给我送医院去，因为我在那挺无助的，父母岁数大，我不可能找别人，我就给打个电话。行，那这个从医院里面出来之后2个人又在一起生活了？没伺候我，他直接就走了，完就没影了，就这3年就始终在外边。到现在为止他没回过家？最近是能有2个月吧，2个月前。那他到底有多少年在外面啊？左一3年右一3年的。家里就像旅店一样，偶尔的回来一次，住1宿就走了，就这样式儿的。哎呀，所以诉啥苦啊？还有什么意思诉他干嘛呢？我是为了孩子，我考虑。您孩子多大了？也27、8了吧。那你为孩子为啥呀？我就怕孩子那个找对象的时候，让人说单亲家庭被歧视。那你受的这些苦，闺女知道吗？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这一个当爹的，这听起来好几年的不回家，左3年右3年就不回家，在外面飘着，理由就是我给家里挣钱去了。结果在家里的妻子1分钱收不到，还靠娘家养活着，这里面还拿了娘家的20多万。你们结婚一共多少年？30多年。结婚30多年，打他开始干买卖有钱了就这样是吗？他干买卖干了多少年？也有20来年了吧。那也就过了7、8年的好日子呗。穷的时候算是好日子。哦，穷的时候反而是好日子。对。自打做了买卖开始就不着家了。对。应酬就多了。对。然后就发现他外面有7、7、8、8的事儿了。对。然后就发现这个男人开始常年不回家了。对。买卖赔了，常年不回家了。不就这样吗？就是这样。那您诉这苦是干嘛呢？我也没搞清楚。我就寻思，为了让孩子不被歧视，将来找对象不让女婿看不起。您闺女27岁了，还没对象呢吗？孩子受家庭影响吧，孩子跟我唠嗑就说：“妈妈，我不想找对象，因为啥？我爸这么老实的人都靠不住，我以后不想再找。”所以这些事儿闺女也知道呗。对。您怎么打算呢？我的目的是，我说的那个，因为啥呢？他本质不坏，想呢，毕竟是从小夫妻，想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。现在人家也没打算离开你啊，对吧？是。你现在提出不过了？没有。那不就完了吗？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想让你们说说他，让他改。说他啥？让他改。改啥？挣钱。最起码得往家交钱吧。就像我来之前，我俩就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我出去就是做那种家政，知道吧？我就让他和我去了。去了之后呢，就是都是一天一结的，干完活呢就和我要这钱。我就像开玩笑似的，我就问了他一句，我说的你攒多少钱交给我？结果就生气了，莫名其妙的就走了。他老要求我的经济大权他把着。我是考虑到我这边还有一部分这个欠款，我是着急把我的欠款先还上，把这一部分这样式儿的话，对这个家庭来说也。你们家的钱到底是谁管？负担也减轻。你们家的钱到底谁管？他管。他管。所以一直家庭怎么开销，就是您要钱他给钱呗。
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一开始的时候就是生活费多了没有，一干啥他就说是厂子得进货呀、进料啊，就这样。所以我特别好奇啊，就是为什么你在外面跟客户吃饭，这边就要吃糠咽菜呢？也没有说让他吃糠咽菜，他那时候钱也够用，他想吃啥他就，但是他吧，是过日子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不是，他要是够用，他又能过日子，他攒点钱也不至于说孩子上学的学费都得从娘家拿呀。那是后期因为这个生意不好了，我这块做的也不好，生意不好了赔了一部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是不清楚大姐要来干什么。大姐说要批评他，让他改，我也不知道你让他改什么。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？今天来这儿就是我把这苦诉完之后，你们说说他，让他把钱都交给你。这是一方面，主要方面还是说让他，能有点责任心，对家庭能负起责任来。因为啥？我感觉他特自私，对老婆孩子呢花钱不舍得，对朋友啥的特舍得。咋舍得呀？就是说是他哥们儿，所谓的哥们儿，要是说招他吃饭喝酒去，几乎都是他买单。我要钱没有。哎呀，他说的吧，只是一部分。我们吧，这个朋友在一起吃饭吧，是这样，是今天他买，明天我买，后天他买，就是大家伙轮着来，也不是说单纯我自己。他就是认为啥呢？一吃饭就是我买单，一吃饭就是我买单。回家也跟他说过，我听见了，因为啥呢？就是在我家楼下吃饭，他们就是当时吃饭的时候都没叫他，等快吃完饭了，招他大哥，你下来把单给我买了，就这样式的。那是咋的？那是我一个朋友跟他朋友他们一起吃饭，可能是出于啥呢？出于这个面子吧，可能是我找个人来就能给我买单，是那么个意思，就给我打个电话，就跟我说这些事。我说那没问题，我去，我说我去，我多钱大家都不知道是吗？啊？大家都觉得你很有钱是吗？你外面欠那么多钱呢，大家都不知道啊。不是，这什么朋友啊？我那一个阶段还没有外债，那个阶段还没有外债。哎，所以我就没明白大姐为什么来我们这儿嘛。我再一次问您来我们这儿干嘛？诉苦的目的是什么？您真实的诉求到底是什么？您把它说出来。真情的，我也是啥呢？就是通过4位导师帮我劝解他一下，因为啥？毕竟从小夫妻，我还是有点不舍。劝他什么？好好回家跟您过日子，是这意思吗？对。我受了这么多的委屈，我依然还要这个男人。你们帮我把这个男人劝回来，我这次理解对了啊。行吧，老师们，重任在肩啊！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王永庸。本该这是一个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幸福家庭，完全可以幸福，但是这样的幸福被你打得鸡飞蛋打了。一个男人说我以到外出打工为名，3年不归家，有几个女人受得了？10个女人有9个都是忍无可忍，剩下1个就是你。现在很明晰，55岁了，快步入老年了，他确实不愿意和你离婚了，因为接下来他需要有一个人照顾，那就是你，你明白吗？这样的男人最好的归宿，到了老年不是婚姻，而是单身，让他孤独去吧。所以一句话，大姐，你此刻应该清醒了。哎，沙大老师，什么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？就是在杨女士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。您真的是活该呀，就是活该呀。因为你之前的一次次无底线的原谅，造就了您如今现在这样的下场和结果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居然还能让我们劝他回归家庭，您想什么呢？我告诉您，他什么时候会回家哈？老了，玩不动了，没有人要他了，一生病的时候，现在就回来了，哎，然后就找您了，来吧，伺候我吧，老伴儿嘛，对吧？为什么一直不跟你离呀？为什么一直留着你呀？
美其名曰说不想让女儿被别人瞧不起，不好找对象。我告诉你，正是你的软弱才害了惨了你的女儿。你女儿未来的婚姻之路能幸福吗？看着妈妈这样被欺负，然后依然不肯离婚，她身上得背负多么大的压力？你一定会告诉女儿说，妈妈都是为了你，你凭什么要为了我这样啊？你让她心里有多么大的负担，她怎么再去敢走进婚姻？我有脸幸福吗？你的人生已经这样了，就不要再害了下一代。女儿都27、28岁了，你还在说担心女儿未来怎么样？你一直在用这样道德的绑架着你的女儿。所以不要做白日梦了，你不要奢求有一天这个男人能懂得你的委屈，能理解你的委屈。他想要回归家庭，就是等到走不动的那一天，让你给他推轮椅。谢谢张大老师。雷老师，大姐啊，你已经给自己预备好了2个逻辑理由。这2个逻辑理由啊，就是一个是我怕我女儿被人看不起，所以你就不能离啊。那你告诉我，你丈夫有什么必要发生哪怕一丁点转变？你告诉我，他有什么必要转变呢？反正我好与不好，我老婆都跟我白头到老，我为什么要那么辛苦做个好人？我告诉您了，您现在已经给丈夫的许诺，以及他为什么不会改好。我接下来跟您聊一下，就是如果我是一个27岁的女孩，我为什么会害怕婚姻？婚姻让我觉得幸福，我去拥抱它；婚姻让我觉得不幸福，我离开它就是了。我为什么要怕婚姻？你告诉我。因为我看着我妈离不开，我看着我妈苦，我看着我妈累，我看着我妈被忽略了那么多年，我妈就是离不开。我看到的就是一个女人在婚姻里自我透支，在婚姻里苦巴巴的守着。我看的就是她对自己那个常年不归家的丈夫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以至于去求助5个陌生人。而我的妈妈都摆脱不了这个叫婚姻的东西，我怎能不怕？明白了吗？你根本没有教会她怎么摆脱一件让她觉得不幸福的事情，因为你都摆脱不了。我说完了。谢谢雷老师。林娜老师。往往一段大家都认为该离的婚是最离不掉的，因为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这个婚姻维持下去太难看了。但是那2个人能不知道吗？他们比我们更清楚，是我们看不见他们之间必须得维系的那一些原因吧。也许那一些原因就是来自于胆怯。刚刚大姐说不离婚是因为担心孩子以后怎么嫁人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你的孩子将来嫁人的难题不是因为你离婚，比如说因为我妈没工作呢？假如你的孩子嫁不掉是因为你没工作，你怎么没有奋发努力成为一个女强人呢？万一你女儿遇到的对象说，之所以我们家跟你们家不配，是因为你的父母没有大学毕业，所以你们为啥没有去考个本科呢？既然你们觉得你们孩子的人生一定出了什么问题就跟你们做的有关，那你们为什么不在其他地方努力夯实呢？反而拿自个儿仅有的这一点东西来说事儿了啊！我离婚了就会影响我孩子。你离不离婚跟你孩子还真没啥关系，但是眼下你可能会拖垮你孩子的人生，因为这样下去你的健康会出问题，而你的老公不会管你的健康的，他会是那种真的你在医院里待着，他也会心安的待在他所谓的妈妈家，因为还有女儿照顾你呢。而且女孩子比我心细多了，我在医院啥都不能干的，所以他早就把你推给了孩子了。你现在还有什么呢？仅有的其实也就只有这一点健康和这一点倔强。今天你来问我们，希望发生奇迹，但奇迹不可能发生。姐姐呀，将来会发生的事情是你的丈夫还会出轨，对于他来讲，他对自己的人生还大有期待呢。对于他来讲，还觉得我翻盘的机会一定还在不远处呢。而您早就是他扔在一边那一块不想再捡起来的破布，当然会留着你在原地，因为你不碍事儿，你甚至还能够帮忙。我们什么时候嫌抹布多余呢？除非抹布自己跳在客厅上，跳在客人的面前，对吧？
他早就把你扔在一边了，你还在谈我离婚不离婚，和你回家不回家，你们没有家，你们这个婚姻也只有一个章而已。但这一个章在你们两个人的婚姻事实里头，其实好像对先生没有任何约束力，你也从来没有打算拿过法律来制裁过你的丈夫。所以今天要什么呢？奇迹不会发生。假如要离婚的话，早点离，自己的人生还能开始第二春，至少不用再苦苦等待一个永远都不可能改的男人，让他再一次伤害你了。而这个大哥，我也不相信您会改，您也就不用再说漂亮话了，那些漂亮话自己咽下去吧，给你的宝贝儿们写。唉，最伤感的实际是什么呀？就是大姐今天来的诉求。因为看到他们这个婚姻过往的时候，就在想为什么还要来呢？后来明白了，也许对他来说，他这一生他认为最有意义的是一场婚姻。如果连这场婚姻都没有的话，他的人生还有什么？这大概是对他人生最大的一个否定吧。所以他要抓住这个。大哥其实有个问题啊，真的没有一点愧疚吗？其实大姐今天这样说的都非常含蓄了。3年又3年，这么长时间的不回家，跟家里人断了音讯，电话不接，道理是什么？这还用大家去猜吗？这就是另一个悲哀嘛，就是一个男人撒了大半辈子的谎，老了还要撒谎，都不敢勇于承认你曾经背叛过他，你曾经背叛过这个家庭，哪怕你说我背叛过，我想回来，求得原谅，这都好一点吧。行了，两位自己看吧，该说的事儿都说了。我觉得老师们有一个核心跟您说的特别好，到底是爱女儿还是害女儿，都在您的一念之间，您自己去做决定吧，大姐，好吗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192就要爱真情60秒。我也知道这些年苦了你了，我会用行动来弥补你对你所有做的一切。希望你给我机会，你看我行动。毕竟在一起生活了30多年。谢谢两位，请回吧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通过金鱼 APP 添加 F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收看本期节目。欢迎通过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登录抖音搜索爱情保卫战的官方直播间，并添加关注。我们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开通的直播，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帮您答疑解惑，你们还有机会连麦他们。来预测一下吧，包红兄，男出女不出。我觉得他离不开他。谁离不开谁？就这女的离不开这男的，就是他连去现场看一下、求证一下自己的猜测是否正确的勇气都没有，他怎么有勇气离开这段婚姻呢？就是我拒绝当一台阶儿，他从黑龙江到这儿不就为了给自己老婆一台阶儿？给台阶儿给够了，老婆不会离婚。他从黑龙江到这儿不就为了踩这台阶儿好下台？他下得来，他就不用离婚了。但是我希望他们俩都别出来，我拒绝当这样的台阶儿。好，米娜老师，希望大姐能够觉悟吧，在最后的时候放自己一马，别出来了。其实他不是放自己，我倒觉得他放闺女儿一马。就刘老师说那个特别对，之所以他的女儿恐惧婚姻和男人，是因为觉得摆脱不了。对，他不敢去。我万一错了，人生是有修正错误的机会的。母亲给到的示范是，一旦我错了，我的人生就彻底完了。对，啊，所以好像大家都至少期望今天这扇门打开的时候，他不出来吧？我们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，请。来，这个我没想到。行了，我觉得其实这样反而好，反而好了。
就是他承认他自己错了嘛，认了就完了嘛。怀着愧疚的走，也比满嘴谎言的人在心不在的留在身边，维持一段本已破碎的婚姻要好太多了，至少没那么自私吧。